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蝶啊，蝴蝶的蝶。上台用了比较长的时间，因为裙子太长了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就来吐槽一下大码女装。我的尺码呢是 XL，跟哈哈曹是一个尺码。他人高马大，我人不高，码也很大。其实我特别讨厌跟别人说我的身高体重，但是我发现大码女装店的店主特别不信任自己的顾客，我都下单了，还要追问我身高体重。我说156、165，智能客服变成了人工客服，问我哪个是身高。我说这个重要吗？还有一次更离谱，对面问我哦，那你是165公斤还是165斤？我去他家详情页看了一下，最大码可以穿到350斤，10XL。这个店家也太有格局了。我去问他，我说有那么多300多斤的人吗？店家说，我在你这么重的时候，我也没想到自己能长到300斤，你也不要给自己设限。同为胖子，我能理解他这种攻击性，同时我对那个10XL的衣服真的很好奇，我买回来试了一下，那个衣服版型非常的奇怪，特别宽松，我一个160多斤的人，人在衣中晃，但是它领口又特别紧，我一个160多斤的人被300多斤的衣服卡脖子了，我真的很好奇。一个300多斤的人脖子怎么可能比我都细呢？这个衣服到底是设计给谁穿的？我想来想去，应该是一只300多斤的丹顶鹤，或者一只300多斤的开塞露。然后我还发现大码女装的设计逻辑呢也非常的奇怪，尤其是在裤子这方面，他们就默认腰围越大，裤腿就做得越长，就是我在长胖的同时，我还会长高，所以我经常需要去找裁缝裁一下我的裤子。一来二去，阿姨就开始问我说：“怎么又是你啊？”我说：“裤子太长了。”她说：“那你买短的呀。”我说：“短了腰围不合适。”她说：“那你买腰围合适的呀。”我说：“我买到了。”所以我来找你裁。就慢慢我发现了，我买1条裤子可以收获4条裤腿，多出来的2条裤腿还可以再做2条裙子。然后我还为了买到围度和长度都比较合适的裤子，我动了一番小脑筋，想到一个好办法，我直接买170的8分裤，还有180的7分裤，甚至最夸张的时候，我开始买2米的5分裤。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大码女装店的模特都是百里挑一的瘦子。就有一次我看一个大码女装卖货直播，那个主播最多只有90斤，看他卖大码女装，我突然就觉得毛豆也可以去卖减肥产品。就那个主播呢，还给自己肚子上套了一个巨大的假肚子，然后拍了拍肚子说：“我现在应该有160斤的样子了。”然后我一看他现在那个样子，肚子特别大，脖子特别细，我满脑子只有3个字：开塞露。就我觉得他在侮辱我，因为我就有160多斤，我们胖子只是胖了，不是变异了，没有那么畸形。这种开塞露体型呢，我觉得对标的不应该是我们大码女孩，应该是中年啤酒肚。然后那个女主播当时背对着镜头，套了一件裙子在身上，然后把她的大肚子一拆，回头说：“我们家的裙子版型就是这么好，再大的肚子都能立马消失。”哪里消失了？我都看到了，她把它放在旁边的椅子上了。我的肚子可卸不下来，真肚假肚能一样吗？我当时发了一个弹幕，我说能不能让助理试穿一下这件裙子？助理应该有160多斤。刚说完，助理就把我踢出了直播间。我当时真的很生气，我反手就去投诉这个直播间。
我换了3个理由，一开始我说他们资金诈骗、人身攻击，都没有举报成功。后来我换了一个理由，我说他们直播撩衣服露肚子，直播涉黄，成功了。而且我后来翻到一些更离谱的直播间啊，大码女装的模特是一些男人，还有一些外国人。我觉得这个也太荒诞了，什么样的衣服，为什么他的目标客户不方便自己亲自出镜呢？我去全网搜了一下，这样的衣服除了大码女装，只有寿衣，应该还有大码寿衣。就大码女装找一个真胖子，他们已经这么不乐意了，大码寿衣还得找一个死胖子，有点沉重啊。那我换个语调，死胖子。我关注了很多大码的博主，还有一些大码店主。我真的希望有一些真正的大码女孩来整顿一下这个行业。所以呢，最近我有点伤心，因为我经常买的一家大码店铺，店主突然就瘦了。他是瘦了，我很难受。就他一边卖大码女装，一边自己偷偷减肥，他背刺我。原来不是他天真。是我天真。我现在逛他家的店呢，逛出了一种物是人非的感觉。我现在看他家的衣服，都感觉是他瘦了以后要出的旧衣服。这种冲击感特别强，就好像余华突然写了一本书叫《死啦》。我写这个段子呢，是因为我发现好像所有的人都默认最小码就是上等码，然后还有人会一直说哦，胖了穿衣服就不好看。其实有一种可能就是你只要稍微胖一点点，设计师就已经开始不好好设计衣服了。所以呢，我们不要把矛头对准自己，我们就做好自己，然后也希望那些大码商家能做好自己的衣服。好，就讲到这儿吧，谢谢大家，我是小蝶。谢谢，掌声送给小蝶。小蝶的索票通道倒计时。如玉老师，有一个点我想跟小蝶就是沟通一下。你昨天讲到说，你看，因为那个人他自己其实并不是大码，然后他装个假肚子，所以你觉得很愤怒。我能够理解你调侃是，就平台有时候会封一个直播间那个机制，其实它有很多特别千奇百怪理由。我觉得你再多一番，再多一个梗，把矛头翻到那儿，否则的话，我作为听众，我听到之后我说呀，那两个人其实也可能人家也就在做一个生意。其实小蝶这个我其实挺难过的，因为我之前看过她线下的一些录像，特别特别的优秀，不是一般的优秀。我也没想到会出现4个灯都没拍的情况。然后，她本来是我心里这个赛季的大热门之一，对。但是从上一场开始，我就感觉小蝶好像不太适应这个录制。对。那你们回想一下，当年中国脱口秀天花板的周奇墨第1轮来也是严重不适应。对。然后中国数得着的优秀的女选手那个小鹿来也是不太适应。刚开始也不适应。所以我相信小蝶可能有一个适应期。我怎么觉得您在安慰我？我其实一点都不。我就纯说实话。就是这个我是能想到的，因为这篇稿子特别特别新，是我3天前刚写完的。因为我不知道我在这儿能留几轮，我特别想为我们这些大码女孩发声一下。是的。因为我真的有穿过那种版型特别好的衣服，就是我这个身材可以穿的，所以我特别见不得那些弄虚作假的人，他们对胖子有一种刻板印象，就觉得胖的人只是胖肚子，然后他们也不考虑其他的，其实是他们的疏忽。那杨天真那儿的女装做的挺好看，对，我穿的就是她的衣服。我就是想说，大码女装这个行业好像就是真正有情怀在做的，其实并不多。所以她瘦了以后呢，我其实心里面有一点点小的难过，就或者说担心吧，害怕她以后不好好做版型，所以想上节目就好好激励一下她。对，我就希望她继续好好做，因为这个裙子我真的很喜欢，我穿着特别好看。